巴拉圭如果在里面的话，我没有办法跟钱，跟我无邦交的，你不能享受我的优惠待遇。所以鲁拉他就说，巴拉圭跟台湾玩有什么好处的？你跟大陆建交，农产品你也可以找到一个新的大的市场啊。我们这 Mercosur 的7个会员国，大家就是因为你又签不下来。美国最不希望中国进入是中美洲，所以就变成已经不是在台北跟北京之间的选择，还有美国强力的干预，甚至还有日本的参与。邦交国维不维持得住，就是看钱了。潘尼亚在选举那个时候来过台湾，他跟我们要10亿美元的贷款，他受到邻邦内部压力越来越重，所以他就出来讲这个话，表示他会调整跟中华民国的外交关系。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号称跟我们最铁的邦交最久最重要的邦交国哈，面积最大的巴拉圭哦，最近呢，他的总统叫潘尼亚，在21号的时候他就说到啊，尽管我们跟台湾有邦交关系，但是他对于南美洲国家组成南方共同市场和中国进行贸易的态度持开放的。那由阿根廷、玻利维亚、巴拉圭、乌拉圭、委内瑞拉5国所组成的南方共同市场，它是一个关税同盟组织哦。那现在正在商讨跟中国来达成协议的可能性。那大家就在猜测啊，巴拉圭跟台湾有邦交关系，所以呢，一直以来他们的农民都没办法向中国大陆出口这个谷物哦。那现在南方共同市场可能跟中国来进行对接的时候，潘尼亚的态度是我们完全开放，我们要来推进并且支持这个贸易协议啊。目前来说，大家就开始在担心，是不是巴拉圭的邦交又不稳了？但是巴拉圭也不稳，好像很久了。只是我们记得当时巴拉圭的总统潘尼亚当时是亲台派，我记得绿媒还大肆的宣传说啊，亲台派再次获胜哦。大使了，这个巴拉圭到底是有没有不稳啊？他现在在推进跟中国贸易，那不就循着各个断交国家这个态度吗？每一次都是先寻求贸易接触多了啊，就设办公室，然后再没多久了，就是说宣布同时跟两边维持友好关系，再没多久了就跟台湾断交了。这已经变成这几年来民进党这10几国断交的基本 SOP 了。巴拉圭现在是中华民国大概有邦交国家里面最有国家样子的一个国家，这样形容会不会有一点大家听得懂就好啊。目前邦交国只有一个指标啦，维不维持得住就是看钱了。潘尼亚这个现在的总统，事实上他在选举那个时候，他曾经来过台湾，他跟我们要10亿美元的贷款。蔡英文的时候，后来新闻也不报道。他当选的时候，赖清德去参加他的就职典礼。接着呢，3个月之前，岸田文雄去南美中访问以后，特别去了一趟巴拉圭，公开讲他们在讨论巴拉圭跟中华民国的关系。接着赖清德3个月前就职的时候，哈尼亚也来了，特别来了。这些就是说，这里面我认为基本上看他拿到多少钱。岸田文雄去巴拉圭访问的时候，哈尼亚就对外说，他说巴西总统鲁拉一直游说他跟中华民国断交，跟大陆建交，这么赤裸的吗？对对，然后他也说，他们巴拉圭国内很多人也是持这个看法，也给他很大的压力。对，他跟日本记者访问，他明白这样讲啊。那这次哇，趁着赖清德他又就职，他又来了一次啊，外界都不谈他条件是什么。总统那么忙来一趟，你如果说300-500万打发不太可能。对，而且巴拉圭是在地球上距离台湾最遥远的国家。对，就是从台湾打个洞穿越地心再冒出来，就在巴拉圭。那就变成就说你到底他的需求有多大？不过最近2年美国是直接干预我们中华民国的邦交国，所以巴拉圭是个很明显的例子。所以哈尼亚在跟岸田文雄讲的时候，他说他们的国家跟美国跟日本的关系是最重要的，所以会在这个关系之下来推展他的国际关系。那言下之意就是说，美国跟日本也要多施点力。当然就变成日本会不会为了中华民国邦交出钱就不晓得了，起码他人去了一趟。那为什么去呢？美国要他去的，因为手上有钱嘛。那日本人愿意为中华民国的这个外交关系付多少钱，我是存疑啦。那起码他这个意识到，人也到，他也替中华，他也认为说这个关系不能受外界的影响而发生变化，他也不乐见。那他不敢直接指明。对，倒是哈尼亚跟这日本记者的时候明白讲，对，那他讲的意思就是说，那就给我经济援助啊。那巴拉圭跟我们关系一直都是很重要的啦，我们一直跟他关系也都不错，给的也多吧？给的蛮多的，
了。那巴拉圭跟我们关系也蛮有趣的，你知道它有一个在三国交界，阿根廷、巴西、巴拉圭交有一个东方市，最多曾有2万台湾侨民。那边就是说80年代跟巴拉圭关系好的时候，那我们有很多台湾的乡亲就去移民了，很多发展的很好。我认为巴拉圭一时三刻是不会出问题啦，因为美国、日本加上赖清德，然后再上这个林佳龙反正就特别会花公款的嘛，他喜欢排头啊，对，这种就花钱可以解决的嘛。那为什么巴拉圭会突然讲 Mercosur 的问题，就是说南追共同体啊？对，因为巴西很想推南追共同体，跟中国大陆签一个自由贸易协定。也就是说，从一个集体的力量，然后呢，跟大陆可以谈到更好的条件。大陆就说没有问题啊，我都可以啊，这里面都是我的邦交，就一个巴拉圭。巴拉圭如果在里面的话，我没有办法跟你 Mercosur 一起签。对，因为我给你的 Mercosur， 我给你南追共同体的优惠条件，我没有办法让它惠及巴拉圭，因为我的原则跟我无邦交的，你不能享受我的优惠待遇。哦，对，这是中国大陆一个外交基本原则，所以这就变成鲁拉，他就说巴拉圭说你跟台湾玩有什么好处啊？你加入这个，你跟大陆建交，你的农产品也可以卖啊。巴拉圭的牛肉是很好的对，农产品你也可以找到一个新的大的市场让大家一起受惠。我们这 Mercosur 的7个会员国，大家就是因为你越签不下来，所以鲁拉是从这个角度，阿尼亚他受到这些邻邦也好，内部压力越来越重，所以他就出来讲这个话。并不表示我认为他会调整跟中华民国的外交关系。所以他的最主要背后的支撑者还是美国就对了。那日本只是带美国去嘛？对，日本是美国的小金库嘛，去发钱嘛。大哥要给钱的时候，就叫小弟跑一趟啊。小弟还要自带金库。日本也是这样子啊。其实这里面有几个很有趣的点，就是中南美洲是美国的后花园嘛。那这里面我自己在看这个南追共同体，或我们说南方共同市场，它的整合最困难的一块就是美国势力在这边。现在的巴拉圭，我们可以把它视为说美国最后一根在南美洲的大钉子，因为它的位置刚好卡在中间哦。如果巴拉圭真的转向，是不是对于美国来说是一个重大挫败？还有就是中国大陆正式的把它的力量，或者是把它的影响力，可以像一带一路一样，就进入非洲。他当然不希望中国大陆进入啊，美国最不希望中国进入是中美洲。这就是美国他们过去也认为这个邦交的事情没那么严重，他现在觉得有严重，所以他现在积极插手，巴拉圭抓死一点。抓得很紧，基本上就不愿意看他倒向中国大陆，所以我觉得这个后面现在哈尼亚他事实上美国的压力很大，所以就变成已经不是在台北跟北京之间的选择了，还有美国强力的干预，华盛顿跟北京之间选择，而且甚至还有日本的参与。那美国就应该就跟哈尼亚就讲明了，你不要做这件事。所以我觉得巴拉圭的事情还是在发展中的啦，还没那么快，没有那么快，没有那么快。